你们知道吗？10年前，有一个大学生在学校公众号上发了一篇文章，把整个内娱骂了个遍。他说，现在的小鲜肉长得好看，演技却像面瘫，一个个靠脸吃饭，糟蹋了观众的信任。这篇文章火遍全网，大家都在夸这孩子清醒，这孩子敢说真话。可没有人猜到，10年之后，这个曾经骂人与 quote 零演技面瘫小鲜肉与 quote 的大学生，自己也站上了同一个位置，被观众、被官媒、被全网扣上了同样的帽子。他叫张凌赫。而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当他卸下那层精致的妆造之后，到底还剩下什么？张凌赫本名张家伟，不是科班出身，大学读的是电气工程专业。谁能想到，一个学理工的男生，最后会变成古装剧里最能打的颜值担当？真正让他一炮而红的是《苍兰诀》里的长横仙君，仙气飘飘，眼神一勾，多少观众直接磕上头。从那之后，他的人气一路狂飙，古装造型一步接一步，几乎成了内娱新晋顶流。但你们不知道的是，早在他成名之前，2016年还在南京师范大学读书的他，就以学生会编辑的身份写过一篇犀利到不像话的文章，痛批影视圈的乱象，演员没专业性，剧本没内容，观众被当成韭菜割。这篇文章当年被无数人转发，很多人说这孩子将来要是进了这行一定不一样。而这句话10年后变成了一把回旋镖，狠狠扎回了他自己身上。今年他主演的古装剧《逐玉》开播，饰演将军谢征，造型精致到让人挪不开眼。可正是这份精致，把他推上了风口浪尖。说出来你可能不信，谢征这个头戴志玲紫金冠的造型，还是他自己主动提出来的，参考的是游戏里武将的设计。播出之前，甚至有服饰史专家夸这个造型强化了角色归位的气场。谁能想到，最开始被称赞的细节，后来会变成压垮他的第一根稻草。事情是这样开始的，逐玉播出没多久，网上就炸开了锅。谢征这个角色被网友起了个外号，叫与 quote 粉底液将军与 quote。战场上的将军脸比城墙还白，妆比新娘还浓，不少人吐槽，这哪是打仗，这是走秀。而就在这个时候，另一件事发生了，官方媒体亲自下场点名批评古装剧里涂脂抹粉的将军承担不起塑造阳刚之气的社会责任。这句话一出来，直接把张凌赫送上了热搜第一。粉丝当然坐不住了，冲进评论区替他喊冤，说他不该被牵连，说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是整个行业的通病。可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就在官媒发生后不到3天，他早年接受采访的一段视频又被扒了出来。镜头里，他谈起自己在剧中受伤的戏份，说导演特别爱给我脸上加血，越伤就越能体现我打得越惨烈。这段话被截出来，配上他精致到没有一丝瑕疵的妆造，画面反差感直接拉满，网友评论区一片与 quote 戏子误国与 quote 的骂声。如果你也觉得这件事没那么简单，不妨点个赞，让更多人看到这个故事的另一面。而剧里的感情戏也没能帮他挽回局面。谢征这个角色从心怀算计的落难贵族，一步步变成深陷爱河的丈夫，本该是全剧情感最重的一段。可不少观众看完却说，前一秒还在升温，后一秒又刻意保持距离，节奏拧巴的让人出戏。有评论说得更直接，他的表演美则美矣，却像是没有灵魂，和搭档田曦薇的对手戏寡淡的像白开水，一点化学反应都没有。再加上配音被吐槽像 AI 在念稿，滤镜磨皮又磨掉了表情的层次，一套组合拳下来，与 quote 木偶演技与 quote 这个标签就这么扣在了他头上。而真正让争议升级的是紧接着发生的另一场风波。他上了一档综艺，你画我猜环节，搭档随手画了一幅抽象画像，他脱口而出，把画中人的长相和东南亚人挂了钩，语气里带着明显的负面联想。这句话一出口，现场气氛瞬间变得尴尬，搭档的表情都僵住了。视频流出海外后，不少东南亚网友直接开炮，说这是赤裸裸的地域歧视。张凌赫很快在 Instagram 上道歉，说自己没有恶意，不希望支持他的人因此难过。可这场舆论风暴并没有因为一句道歉就平息，真正让网友吵翻天的是他后来的一句回应。面对铺天盖地的批评，他说别人可以给我建议，
我可以听，但我不会被你左右。这句话一出来，网络瞬间分成了两派，一派说这才是内娱该有的格局，一个艺人不该被舆论牵着鼻子走；另一派说这不是清醒，这是傲慢，出了错就该真诚认错，而不是用与 quote 钝感力与 quote 当挡箭牌。评论区你更支持哪一派？就在所有人以为张凌赫会被这一连串争议彻底困住的时候，转折出现了。7月，他的新剧《这一秒》过火开播，他饰演的角色慕容清逸从小被报错，在养父家中受尽虐待。剧里有一场戏，养父把一盘带着血腥味的生肉推到他面前，逼他吃下去，还辱骂他是克死亲娘的丧门星。整场戏他一句台词都没有，全靠身体的细微颤抖，眼底压抑到极致的情绪，还有那口喘不上来的呼吸，把角色的屈辱和绝望演得让人喘不过气。为了这场戏，他主动放弃了剧组准备好的熟识道具，坚持实拍，一条又一条的重来，全程扛着生理上的不适。预告一放出来，评论区的风向变了，大家说这才是真正的演技，情绪层次极强，破碎感直击人心。同一个人，同一张脸，从被骂与 quote 卸妆是演技与 quote 到被夸与 quote 演技封神与 quote 中间只隔了短短几个月。这就是张凌赫最真实的处境，他从来不缺话题，不缺流量，甚至不缺争议，他缺的是让所有人心服口服的那一场戏。有人说这一次的转变是他终于想通了，演员这条路靠脸只能走一半。也有人说这不过是运气好，撞上了一个适合他的角色，未必能复制。但不管怎么说，张凌赫用这场不说话的戏告诉所有人，当滤镜拿掉，当妆造卸下，真正决定一个演员能走多远的，从来不是那张脸，而是他愿意为角色付出多少真实的代价。说真的，张凌赫的处境其实是很多流量出身的年轻演员都要面对的一道坎。同龄的胡歌、陈晓早年就靠扎实的角色立住了口碑，而张凌赫这一代出道就自带滤镜和热搜，观众给的耐心从一开始就比前辈们少得多。颜值曾经是他最快的敲门砖，如今却成了最容易被拿来做文章的把柄。造型好看会被说靠脸，演技不够会被说辜负了这张脸。这种双重标准说到底也是整个行业造星逻辑的缩影。这场仗他才刚刚打到一半，真正的考验从来都不是一时的热度，而是在聚光灯熄灭之后，他还能不能继续用作品和实力证明自己。娱乐圈从不缺一夜爆红的人，真正稀缺的是能够一次次跨越质疑，不断完成自我突破的人。也许这一次的回归只是新的起点，也许未来还会迎来更多挑战，但至少此刻他已经迈出了最重要的一步。至于这究竟是真正意义上的翻篇，还是又一次短暂的昙花一现，时间终究会给出答案。评论区告诉我你怎么看？你相信他能彻底逆风翻盘吗？欢迎留下你的观点，我们一起讨论。别忘了点赞、关注，我们下期继续关注最新动态，下期见。